这款 AI 智能硬件1个月前在硅谷引起了巨大轰动，因为这个小方块的目标是结合大模型人工智能替代所有 APP， 彻底改变我们与智能终端的交互方式，定价$199，光是预定环节就卖了10万台，但是才不到半个月，这个产品直接翻车了。因为在发布视频的演示中，这个产品声称可以让你只说语音就能处理生活中大部分事情，比如动动嘴就能帮你叫外卖、叫 Uber、成功预订酒店等等。可是人们在拿到实机时却发现这款产品对问题与指令的反应极其慢，有的问题要过上20秒钟才能回答。另外，它的屏幕只是小了一些而已，而不是没有。而同时期另一款很火的智能硬件 AI Pin 则是直接使用投影来让你阅读信息，也是先被热议再被质疑。大家觉得手势操控并不自然。 AI Pin 的中国代工厂表示，下半年将有更多新品上市。我看评论区的网友调侃这些可穿戴产品要是屏幕再大一点就好了，最好能有6-7英寸，然后再薄一点，到时候大家肯定买。也有人评价到，这种较差的体验是大模型 AI 和所有智能终端结合时的通病。真的是这样吗？这期视频我们会讲一讲2024年人工智能将实现的新突破，也选取了智能手机、智能汽车、PC 上最有代表性的3款应用大模型来测一下它们可实现的功能有哪些。上周我跟国内一家团队人数很多的 AI 数据管理与标注公司做了一些交流。公司的创始人跟我说近期他们做的很多项目都是跟大模型对视频的理解与生成有关。我问他视频的多模态什么时候到来，他说从能力上来说今年肯定没问题，而且一些企业推出的视频生成功能会远超过刚刚更新的 Runway， 这让当时的我十分兴奋因为我知道当下更新了笔刷功能的 Runway 已经算是王炸更新了。那前一段时间在山姆阿特曼与比尔盖茨的对话里也透露了一些关于大模型成本控制的重要信息。虽然 OpenAI 现在最新的 GPT 版本是 GPT-4 Turbo， 但是 OpenAI 也会持续降低以往版本 GPT 的使用成本，比如 GPT-3 的成本已经相比3年前下降了40倍， GPT 3.5 也下降了10倍。阿特曼也说，在所有已知技术里 GPT 的成本下降曲线是最为陡峭的甚至远胜于摩尔定律。阿特曼甚至预言将来 AI 智能的成本可以降到接近于0，而比尔盖茨则更看好 AI 与本地数据的结合。2个月前他发表了一篇讨论 AI Agent 的重磅文章，表示 Agent 不仅会改变每个人与计算机的交互方式，还将颠覆软件行业，引领我们从键入命令到点击图标以来计算机领域最大的革命。他说安卓、iOS 和 Windows 都是平台， Agent 将成为下一个平台。很多人则会说这不就是把过去的语音助手做了一下升级吗？但盖茨则把 Agent 和过去所有平台的智能助理做了一个区分，过去的智能助理更像是一种不同平台的效率提升工具，像是机器人，而未来 Agent 更像是一个跨平台的事业与生活合伙人，它能像私人助理、支持高管一样帮助你。比如你的朋友刚做了手术， Agent 会提议送花并帮你订购。如果你想和以前大学室友见面， Agent 会和你大学室友们的 Agents 一起商量见面时间，就在你到达之前他还会提醒你他们最大的孩子刚刚在本地大学入学。这种平台级翻天覆地的改变，盖茨相信下一个5年就可以形成，人们将为大部分 Agent 付费，这意味着公司将有动机让 Agent 长期为你工作，不是为广告商。过去的手机与汽车语音助手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其实没有人类口语语义的理解能力。比如你跟汽车说打开空调、打开天窗，那汽车会执行，但是如果你跟汽车说我现在出了一身汗，我感觉车里有40度，或者我这会儿想在车里看看星星，他就完全不懂了。因为过去语音助手主要是靠穷举法来归纳出一个词库只有说到了词库里的内容才会触发。但大模型出现后语音助手就具备更强的推理能力。还有一点就是连续对话能力过去也是极其弱的。比如过去假设你跟手机助手聊天说我男朋友情商真低从来不夸我美，紧接着你问助手一个问题，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助手基本都是说这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在网络上搜索引擎找了一些问题的答案。不过也有的产品经理会针对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这个问题设置一个小彩蛋打开前置摄像头，但这依旧需要产品经理对特殊语义进行一个干预，不是如今的大模型自身就有一定的推理能力，甚至是情绪感知能力，所以这也会对智能手机
机智能汽车的商业模式有巨大改变。高通 CEO 也表示，2024年将成为全球 AI 智能手机的关键元年，生成式 AI 正在非常快的进入手机大厂的旗舰机型。而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这一次手机变革中，中国手机厂商对变化的响应速度更为积极就像智能汽车产业一样。我相信，如果苹果同样在今年末就发布了新大模型助手产品的话，开头的各种硬件产品在美国也较难大卖。毕竟多数消费者确实不想出门时一边找手机一边带上智能手表，同时还要找智能领夹或者智能项链一类的东西。手机依旧是下个时代最重要的智能终端。那么接下来我分别选择了国产手机 vivo 蓝芯大模型、智能汽车理想 MindGPT 以及 PC 上字节跳动的豆包大模型进行一下使用评价与测试。 vivo 和理想公司发布的产品都曾经在 CEVO 榜单上获得过榜一的位置，豆包则来自于去年中国营业利润最高的互联网公司。大家可以看看国内应用大模型真实的进化程度我会从5个维度来说。第一，用户体验与创新性。蓝芯大模型打开手机，在主屏幕上就能看到大模型的体验入口蓝芯小微，也可以设置悬浮图标，随时可以直通 AI。 你可以给它发一张图片，让它一键生成适合朋友圈的文案，并在下一步直接跳转到朋友圈的编辑页面。也可以在你参加现场会议时把别人的 PPT 拍下来，然后一键提取文案并做成思维导图。在手机上看文章或者浏览网页时，呼出小微就可以实时总结文本，并以 Word 以及 PDF 的形式导出，或者导出到 vivo 自带的笔记软件上。对比其他模型还需要手动复制粘贴或者上传文档，这个功能设计得非常好。如果你将模型下载到本地，你甚至可以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下使用手机端侧的算力处理10MB 以内的文档，输入帮我点杯奶茶，它会先在手机里搜索有没有相关的外卖软件，如果没有的话也会直接帮我安装，之后自动跳转到它搜索好的奶茶外卖的页面。如果是让它订票还可以精确到具体的出发日期，它会展示筛选好的航班信息。这个功能好处是什么呢？可能有人会说，我也可以自己发朋友圈，自己点外卖。但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一个年龄稍大一些的老年人，拿着一部 AI 手机，面对各种 APP， 他们使用率肯定会更高，所以这会给市场带来很多变化。理想 MindGPT 如果是横向与其他模型比语音识别能力要弱一些，但是基于平时的驾驶环境本身就比较嘈杂，也不排除是环境导致的。MindGPT 无需单独唤醒，但是据老车主说，也正因为此，虽然模型变聪明了，但唤醒速度会比更新前稍微慢一点点。在多模态上的体验， MindGPT 的体验是融合在车机系统中的，比如画出来的图格外的大孩子可以一直玩。你可以把在车子上画的图保存并同步到手机终端上，再用手机大模型做一下修改，顺便生成个朋友圈文案，然后再让 MindGPT 根据文案生成一张新图片循环了。你完全可以让孩子趁着在车上的时间，用 MindGPT 生成一些英文作文素材，或者是用绘图功能生成几张新的春节寒假主题的手抄报模板。相信这是无数被手抄报折磨的家长的刚需。豆包大模型很明显也想在其中内嵌一个类似于 GPTs 的平台，里面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应用，这是豆包比较强的地方。 PC 端的网页应用之外也有 APP 版本，但是第三方软件的共性就是没有别的 APP 的权限，所以理论上现在与未来你都无法靠 APP 上的豆包去完成打开别的 APP 的任务。另外，豆包不能本地化处理任务，可以生成图片，但暂时不支持发送图片，更多场景是在 PC 办公室使用了。第二，文生图测试。蓝芯大模型的图像生成速度极快，色彩会更加鲜艳一点，还能选择图片的尺寸，但是单张生成。你可以告诉他给我生成一张冰淇淋的商业摄影，出的图很好看。在照片编辑上能一键擦除照片中的路人。审美风格应该也根据国内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喜好做过专门的调试，比如当我让他把我的小猫变成2次元风格，或者是把我老婆的照片变成2次元风格时，总体也比较符合当下流行的审美。不过稳定也意味着可调空间有限，可以尝试无限点击重新生成。 MindGPT 的图像生成功能也不错，尤其是定期会给你更新一些好的提示语生成的图片模板，孩子单独用这个功能也可以当画册看。图片的清晰度十分适配大屏幕，也是一个优点，感觉跟 Midjourney V4、V5 版本可实现的能力差不多。生成的速度不是很快，生成后也不能在细节上再修改了，但是可以给新的指令重新生成，偶尔会有一定概率卡壳并忘掉前面的图片。豆包大模型的生图动漫风格不如写实功能，但是如果让其生成卡通图片或者是一些设计素材时，当前版本的审美风格明显落后了不少比如这4张卡通小猫的效果更像是10年前的设计。当我使用略微复杂的提示语时AI 直接不能生成了，在生成图功能上稍有掉队。第三，代码能力。测试代码能力时，我们选择让3款模型写一款贪吃蛇游戏。
谢，大家在能力上比较相似。蓝心大模型和豆包大模型还会特别对所写的代码进行解释。第四，口语理解与文本改写。口语理解其实是多轮对话的重要基础啊，比如钢铁侠里，贾维斯会与主人进行很多开玩笑性质的交谈，这需要大模型能听懂泛化的表达。用户与人工智能进行多轮对话，初期啊是满足自己的好奇与尝试需求，比如抱着斗一斗的心态与 AI 聊天。但一般用户使用智能硬件的这种好奇性需求啊，只会持续1个月左右。只有 AI 真的在规划、设计、知识问答、办事与执行上有用，才能一直用下去。这是上一代语音产品都存在的问题。用大模型生成文本，可能也是很多人最常用的功能，比如生成一篇汇报、一份会议纪要、一个短视频脚本等等。在给了几个相同的发散问题后啊，蓝心、ManGPT、豆包都能很好的完成指令，生成文本内容质量也都在及格线以上。不同点是蓝心更注重答案的可执行性和准确性， ManGPT 与豆包幻觉现象严重，比如当我们让它给我们推荐游戏博主时，差异很明显。但是如果是创意型的工作，有时候幻觉也会增加创意力，比如让 ManGPT 写一个直播带货脚本方案，做的确实是更好的。蓝心能充分的理解梗与幽默，其他2款在这方面理解能力更弱了一些，但对 ManGPT 来说，应对车机系统里各种问题完全足够了。第五，数学与逻辑能力。首先是小学奥数题啊，3个模型都会有概率出错，目前都无法做到100%正确。蓝心正确率更高，但是豆包还需要我提醒他答案错了，让他再思考一下，他才给出了正确答案。那测试下来，豆包的数学运算会经常出现 bug， 有时候甚至无法理解请重新思考的指令，这一点还需要再进行特别的调试。ManGPT 与豆包类似，蓝心对逻辑错误判断也比较精准，尤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堪称精彩。我和我的同学都考了300分，加起来就是700，但是清华却错过了一个以700录取2个人的超值机会。第五，本地部署与隐私安全。本地部署能力是手机厂商优先要考虑的，这次就不参与我们的积分统计了，因为 ManGPT 和豆包暂时都还不支持本地部署。我们只是在这里讲一下，为什么一会儿新闻上说扎克伯格 Meta 要用35万块 H100 来做大模型，而高通又发布公告称要将 AIGC 嵌入下一代小小的手机芯片中。很多人难以理解，其实只要把模型的训练和模型的使用区分理解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用小孩长脑子和动脑子来类比啊，小孩成长中把脑子长好啊需要数年，肯定要吃很多食物提供热量，这个环节就像大模型的训练环节。但是当脑子长好后，调动大脑写作业1小时也只是大约会消耗90千卡而已，这个阶段就像模型的使用环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实现用户特定的 AI 计算需求，用终端上的芯片算力就可以了。本地部署模型能很好的保护用户的隐私，训练过程是完全私有的，这也是端侧大模型的价值所在。端侧大模型将来也会和类似人形机器人这种海量的具身智能结合。 OpenAI 其实也有机器人部门啊，旗下的第2支基金也正在不断的投资机器人项目，他们长期的目标始终不变，就是实现 AGI。 目前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语音助手向 Agent 的过渡期，人们说 Agent 的终极更像是钢铁侠里的贾维斯，贾维斯作为托尼·斯塔克的助手，可以连接到任意计算机终端并操控斯塔克的各种智能设备，但未来我们的贾维斯主阵地大概率还是在便于携带的手机上。蓝心大模型综合表现比其他2个模型更好，也是因为相比汽车短视频平台，手机企业有更大的动力去在这个新维度竞争。此次测试应用大模型，我们团队的感受是，国内应用大模型第一梯队的企业虽然和 GPT 4.0 Turbo 还有差距，但是总体还是优于去年同期的 GPT 的。我们团队从2022年开始使用 GPT， 比较了解其不同时期的能力，所以加上中国目前的算力扩张速度，还是未来可期的。等到 Agent 与你的聊天场景接入主动推荐能力时，又将改变千行百业。过去的 AI 算法推送引导人们接受个性化信息，未来 AI Agent 推荐将指导人们改造世界。